有时候，最震耳欲聋的声音，不是争吵，也不是关门的那一声巨响，而是某个人离开后，那个房间里突然静止下来的空气。你有没有试过盯着一杯慢慢变凉的水看？原本还有一丝热气在杯口盘旋，像某种没说完的话，但就在你发呆的那几分钟里，热气散了，水面变得像镜子一样平，倒映着窗外的光。那一刻，你突然意识到，有些东西真的结束了，没有任何预告，也没有任何仪式，只是单纯的物理性的冷却了下来。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离别需要一场盛大的告别，或者至少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但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很多关系的终结是无声的，没有争执，没有拉黑，只是对话框里的最后一次回复停留在了很久以前。只是那个曾经和你无话不谈的人，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，悄无声息地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。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空白，人的本能是恐慌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去翻看过去的记录，去寻找蛛丝马迹，反反复复地问自己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是哪一句话说得不对？还是我不够好？这种自我审视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刑罚。你在深夜里把自己剖开，试图在那些琐碎的细节里找出一个逻辑，找出一个为什么。可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世上很多事情原本就没有为什么呢？我们太迷恋因果了，我们总觉得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付出了真心就该收获陪伴。但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并不是一道精准的数学题，它更像是一阵风，风吹过树林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那是缘分来的时候；风停了，树林归于寂静，那是缘分尽了。你不能指着树林问，风为什么停了？风没有理由，它只是吹过了而已。当你执着于去问那个为什么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试图用你的意志去扭转一条已经改道的河流。试着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两个人相遇的场景，在茫茫人海里，你们的时间线有了那么一小段的重叠，也许是3年，也许是3个月，甚至只是3天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扮演了一个角色，也许是陪你度过孤独的人，也许是教会你如何去爱的人，又或许是那个通过伤害你来让你长出铠甲的人。这就是他在你生命剧本里的任务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被抛弃，而是意味着他的任务完成了。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冷酷，但若是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，每个人的出现都是带着使命的。当他在你身上留下了他该留下的东西，无论是温暖还是教训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当这些东西交付完毕，他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了。就像你坐火车，有人在这一站上车，坐在你旁边，你们聊得很开心，甚至分享了食物。但到了下一站，他要下车了，你不能拉着他的衣角说，你别走，我们聊得正开心。他的目的地到了，而你的旅程还在继续。他的离开不是对你的背叛，而是他对自己命运的遵循。如果你强行要留住一个该走的人，就像是试图把春天的花留到冬天，那朵花会在你的手里枯萎腐烂，最后变成你心头的一根刺。与其看着美好变成怨怼，不如在它最美的时候松开手。我们痛苦，往往是因为我们误解了拥有的含义。我们总觉得只有把一个人永远留在身边才叫拥有，但在这个流动的宇宙里，根本不存在永远。连星星都会陨落，连山脉都会风化，血肉之躯的承诺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无常的侵蚀？真正的拥有不是占有，而是经历。你经历过那段时光，你感受过那份心跳，你在那个人的眼睛里看见过发光的自己，这就是拥有了。
那个时刻是真实的，那份感动是真实的，这就足够了。哪怕现在人走了，茶凉了，但那个喝茶的下午依然封存在时间的琥珀里，谁也拿不走。我们要学会把人和关系分离开来。那个人离开了，但那段关系留给你的养分已经长进了你的骨血里。想一想，在遇见他之前你是谁，在失去他之后你又是谁？你会发现你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变得残缺，相反，因为这段经历你变得更丰富了。如果你因为他的离开而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全部寄托在了他人的存在上。这就是离别给我们的这一刻，它强迫我们把目光从外面的世界收回来，投射回自己身上。这是一种很痛的领悟，就像是长久以来你习惯了拄着一根拐杖走路，突然有一天拐杖被人拿走了，你摔倒了，你很疼，你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拿走你的拐杖，但在地上趴了一会儿之后，你不得不试着自己站起来。当你摇摇晃晃地站直了，走出了第一步，你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我本来就是可以自己走路的。那个离开的人就是那根拐杖，他的消失是为了让你学会独立行走。释怀不是原谅他，而是放过你自己。释怀是对离别最好的尊重。这句话听起来很轻，做起来却重如千钧。释怀的意思是不纠缠，不撕扯，不把曾经的美好变成最后的狼狈。我们要学会在心里做一个小小的仪式，也许是在一个安静的黄昏，你在心里默默地对着那个影子说，谢谢你来过，我不遗憾你离开。把自己想象成一块礁石，海浪打过来会把你淹没，会让你感到寒冷和冲击，但海浪终究会退去，你只需要站在那里，呼吸，感受，然后等待。你会发现，每一次海浪退去后，你依然站立在那里，而且被冲刷得更加坚硬、干净。这种坚强不是心变得像石头一样硬，而是心变得像水一样宽阔。你开始理解，聚散离合是常态，求而不得是人生。你看那天上的月亮，它有圆满的时候，但更多的时候它是残缺的。正是因为有残缺，圆满才显得珍贵。正是因为有离别，相聚才值得珍惜。如果不圆满才是生活的真相，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执着于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？有些故事注定是没有结局的，或者说没有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它留下了无限的空白，留下了想象的空间，也留下了回味的余地。当你不再执着于结果，你就能从当下的痛苦中抽离出来。你会开始看到身边其他的风景，你会发现，虽然那个人走了，但路边的花依然在开，清晨的粥依然温热，傍晚的风依然轻柔。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谁的离开而停止转动，而且更奇妙的是，当你真正把手心里紧紧攥着的东西松开，当你把心里的那个位置腾空，新的能量自然会流进来。这就像呼吸，你必须先把废气呼出去，才能吸进新鲜的氧气。如果你一直憋着气，拒绝呼出，你就无法生存。离别就是那个呼出的过程，它带走了不再属于你的能量，为你生命中即将到来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机遇腾出了空间。所以，不要害怕那个空荡荡的房间，不要害怕那个不再响起的电话，试着享受这份孤独。在孤独中，你听到的不再是嘈杂的人声，而是自己灵魂的声音。你可以重新在这个世界里定位坐标，你可以重新捡起那些因为迁就别人而被你丢掉的爱好。你可以重新去爱，不是为了填补空虚去爱，而是因为你自己满意出来，想要分享。不要回头看，身后是扬起的尘土，是模糊的背影，是已经凝固的时间，前方才是路。等你终于走过这段路，再回过头来看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离别，
其实都是命运的馈赠。它帮你筛掉了不对的人，帮你打碎了那个脆弱的旧壳，让你重生为一个更完整、更辽阔的自己。缘分本来就是稀薄寡淡的东西，像清晨草叶上的露水，太阳一出来就干了。相逢一程已是上天的恩赐，不要去计算亏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欠谁，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。如果他不懂得珍惜，那是他的损失，不是你的。你付出的爱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流转了一圈，最后回到了你自己身上，变成了你的慈悲和智慧。所以轻轻地把门关上吧，别摔门，别落泪，就这样轻轻地带上门，把那个人留在门外，把自己留在门里。煮一壶新茶，看着热气慢慢升起来，你会发现，即便只有你一个人，这茶香依然沁人心脾。心安即是归处，此生路远，山高水长，愿你能和往事和解，与自己言欢。那些握不住的沙，不如就扬了它，让它随风而去，风会把它带到该去的地方，而你只需要站在风里，感受风抚过脸颊的温柔。这就是最好的尊重，对他人也对自己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